买了黄金的你，最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不是该不该止盈，不是还能不能买，是你到底该听谁的？高盛说5400，花旗说4000，富国喊8000，瑞银滚动调5400、4000、8000、5900，四个数字价差4000美元，等于翻倍，百分比分歧整整100%。这就好比四个老中医给你号脉，一个说虚寒，一个说实热，一个说没病，一个说你病得不轻。同一时间，同一个市场，四个完全不同的答案。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把这4张药方拆开，告诉你哪张适合你，哪张千万别照抄，哪张只能当参考。看完之后，你不会再问听谁的，你会问我是谁，我要持多久，这才是关键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会说清楚4件事。第一件，4大投行目标价怎么算出来的，价差能拉到4000美元的原因。第二件，每个目标价对应什么时间窗口，什么客户立场，什么情景假设。第三件，下周3就是6月16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夜海外华人怎么用这套投行框架调仓。第四件，投行观点打架的时候反而是配置实物的窗口，为什么？这个放在最后说。4个数字4种方法论，最后一张实战对照表。先把时间线和价格线拉一下。6月12号也就是周四，纽约 COMX 8月黄金收在 4238.80 美元，盘中涨了 3.03%。沪金夜盘跟着涨 2.30%， 沪银夜盘更猛 5.22%。 COMEX 7月白银收在 67.97 美元，单日涨了 6.21%。 这一波涨是美伊和谈周末可能签字，加上美元走弱双催化，但金价还停在4200多，离任何一家投行的目标价都还有距离。银价从1个月前的86美元跌到68，跌幅超过 20%。 白银的波动性比黄金更加剧烈，离花旗的4000最近只差200多，离富国的8000最远还差3700多。另一边，国内端上海金交所 AU 9999报 896.01 元每克，折算下来国际金价4200多，跟国内896元每克之间有大把价差。这个价差是境内零售的锚点，也是海外华人回国买金条要算的第一笔账。再看日历，下周3、周4 6月16号到17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，市场目前几乎完全定价美联储按兵不动，但点阵图会怎么走，鲍威尔会怎么表态，是6月最大的悬念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前一周恰好是各家投行年终调目标价的窗口，所以本期不讲金价该不该买，本期讲在投行打架的窗口，海外华人怎么搭一个4投行组合。先说高盛。高盛2026年1月22号把黄金年终目标价从4900上调到5400，来源是路透社和 Kiko 1月22号的报道。这一调整是给全年定调的，5400是12个月长线锚点。数字背后的假设是什么？3个变量。第一，美联储。高盛假设2026年降息2到3次，每次25个基点，降息节奏决定美元走弱，决定黄金金融属性溢价。第二，央行。高盛假设全球央行2026年净购金800到1000吨，跟2024年到2025年节奏一致。中国、波兰、印度、土耳其没停。第三，避险。高盛给了一个 5% 的地缘风险溢价，中东、东欧、台海任何方向升级，金价自动加一层 5% 保护。4900加这3个变量5400出来是数学题。高盛5400是给长线持有12个月以上的客户准备的锚。如果你这笔金是教育金、抗通胀、底仓、对冲美股的对冲仓，5400是可以接受的目标，12个月里大约 27% 的潜在空间。注意，高盛没说年底一定到5400，说的是如果以上3个假设成立，年终中枢在5400，这是条件概率，不是承诺。讲完长线锚，先打断一下，如果你这一轮是想拿实物金条，而不是纸黄金或者交易型基金，我合作的 Bullion Star 在新加坡有实体仓库，是华人配置实物金银比较稳的渠道之一，详情看描述栏。我们继续看短线的刀。
说完高盛的长线毛，看花旗的短线刀。花旗2026年6月9号把短期3个月目标价从4300下调到4000，来源是 Kiko 6月9号的报道。花旗的假设跟高盛几乎是反着来的。第一，美联储，花旗认为2026年降息次数可能只有1次，甚至0次，理由是通胀粘性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仍在 2.8% 附近，离 2% 的目标还有距离。第二，美元，花旗认为美元指数2026年不会走弱，反而因美国相对增长优势维持在100到105，强势美元等于黄金金融属性被压制。第三，避险，花旗认为美伊和谈一旦落地，中东风险溢价会被快速挤出，油价跌，避险资金回流，美元资产，黄金承压。这3个假设叠起来，3个月中枢4000出来，花旗4000是基准情景，3500是要下行情景，4800是黑天鹅情景。花旗4000是给3个月内要做决策的客户。如果你这笔是3个月内要用的钱，浮盈已吃一段，想落袋，对回撤承受不住，4000是设止盈或止损的参考。4000离当前4200多只有大约 5% 的下行空间， 5% 不大，但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夜，美元还在100上方的窗口里， 5% 完全可能2-3周内打掉。所以花旗这一刀是短线最重要的参考锚。第3个出场的是富国，富国银行给出的不是2026年目标价，而是2027年上行情景目标8000，来源是 SBC Gold newsdemetal.com Startup Fortune 在2026年1至3月的报道。8000是4家投行里最激进的，高盛5400，花旗4000，瑞银5900到6200，富国直接干到8000，比第2名还高2000。富国的假设是什么？第一，美元失信，富国认为2026年到2027年美国财政赤字继续扩大，双赤字持续侵蚀美元信用，美元指数可能从100跌到85到90，美元每跌 5%， 黄金金融属性溢价加 8%到10%。第二，央行加速去美元化，富国假设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、海湾国家持续把美元储备换成黄金，全球央行2026年净购金可能冲到1200吨，高盛假设800到1000吨，2027年更高。第三，滞胀，富国认为2027年美国可能进入低增长加高通胀组合，滞胀是黄金最肥的土壤，1980年代滞胀期金价从200涨到850， 2008到2021滞胀预期期金价从700涨到1900。3个假设叠起来，2027年中枢8000是给2年以上持有者准备的信仰锚，注意我说信仰锚不是操作锚，没有人会按8000挂止盈单，也不会因为富国说8000就加杠杆建仓。8000的价值在于当金价从4000跌到3500再跌到3000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一个数。最乐观的分析师说能到8000，那3000是不是便宜了？这是反向心理锚，富国8000不是一个数字，是一根定海神针。第4个出场，瑞银。瑞银的目标价最复杂，是滚动节奏的，3月、6月、9月给到6200， 12月回落到5900。来源是 The Street、Yahoo Finance、Reuters 2026年3到4月的报道。6200是4家里中线最稳的一档。瑞银的假设是什么？第一，季度技术调整。瑞银用季度技术目标框架，根据 COMX 持仓结构、交易型基金资金流、季节性需求、亚洲第2季度到第3季度、婚嫁季加印度第4季度排灯节做季度切换。第二，通胀温和回落。瑞银认为2026年通胀会从 2.8% 慢慢回落到 2.3% 到 2.5%， 但不到 2%。 这种温和回落对黄金中性偏多，不会快速降息让美元崩，也不会通胀失控让美联储再加息。第三，美元稳定。瑞银假设美元指数2026年在95到100区间震荡，没有单边趋势。3个假设叠起来，上半年6200合理，下半年5900合理。瑞银6200到5900是给6到9个月持有者准备的中线锚。如果你这笔是中期配置，想赚一段金价中枢上移的钱，但不打算拿2年以上，
瑞银的滚动框架最实用。4个数字讲完了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4家投行能差这么多？是分析师水平差太多吗？不是，是方法论本来就不一样。3个维度，第一个维度时间窗口，花旗看3个月，瑞银3到9个月，高盛12个月，富国24个月以上。时间窗口越短，对短期波动越敏感，越涨越能容纳如果错了的容错。你拿花旗的目标价去配12个月的资金，错了6个月你会崩溃。拿富国8000去定3个月的止损，3个月内根本到不了。4个数字加3个维度，变成你今晚能用的工具，给你一个4投行组合，按持仓周期分档。短线档3个月内跟花旗4000，如果你这笔钱3个月内要用，或者对回撤敏感，或者浮盈已吃一段想锁利，把4000设为心理止盈止损线。当前4200多距4000只有大约 5% 的下行空间。6月16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，之前市场可能在4100到4300之间震荡，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后跌破4100，考虑分批止盈一半。中线档6到9个月，跟瑞银6200到5900，持仓周期6到9个月。想赚一段金价中枢上移的钱，用瑞银滚动框架，目标中枢6200，保守中枢5900。当前4200多，离6200还有 40% 多的空间，离5900还有 30% 多。中线档关键不是择时，是分批，比如把资金分成6份，每月定投1份，6个月建仓完毕。长线档12个月，跟高盛5400，12个月以上的配置仓、教育金底仓、分散美股的对冲仓，把高盛5400当锚。注意5400不一定年底能到，这是条件概率目标，但12个月持有你不需要每周看 K 线。长线档关键是不要被短期波动洗出去。信仰档2年以上跟富国8000 5年10年以上的资产配置，把富国8000当天花板信仰，这不是用来挂止盈单的，是用来在金价跌到3500的时候给你心理支撑的。富国说能到8000，那3500是不是便宜了？信仰档关键是买完之后最好半年看一次账户。4档配齐就是4投行组合，短线跟花旗，中线跟瑞银，长线跟高盛，信仰跟富国，别忘了白银。白银的波动率是黄金的2到3倍，在投行 bullish 的情景下，白银的弹性更大。如果黄金真的从4200冲向6200，白银从68冲向100甚至120是完全可能的。但反过来，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偏鹰，美元走强，白银从68跌到60以下也完全可能。所以白银仓位要比黄金更轻更灵活。最后说，下周3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，6月16号到17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，市场目前几乎完全定价，美联储按兵不动，利率维持在 4.25% 到 4.50% 区间，但有3个悬念。第一，点阵图，6月会议会更新点阵图，市场关心的是2026年降息次数的中位数指引是2次、3次还是4次，任何一次调整都会引发美元和黄金的剧烈反应。第二，缩表，美联储6月开始放慢缩表节奏的传闻已经几个月了，如果鲍威尔在发布会上确认金价会涨，如果他说还没决定，金价可能先跌后涨。第三，鲍威尔表态，如果他偏鹰，通胀还有粘性，金价短期会跌 1% 到 2%， 如果他偏鸽，经济有放缓迹象，金价可能直接冲到4300以上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24小时3件事可以做。第一，6月15号周一开盘前把4投行组合在纸上写一遍，短线、中线、长线信仰各占多少，止盈止损在哪，写下来比记在脑子里稳。第二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晚上不要做决策，看完全场再决定。第三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后第一个交易日观察金价反应，突破4300，中线档加1份，跌破4100，短线档减1份。3件事不难，难的是执行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个晚上，你能不能忍住不点卖出按钮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实物金条配置的信息，我合作的 Bullion Star 在新加坡有实体仓库，
详情描述栏有链接。你更看好哪家投行的判断，评论区见。本期视频仅供信息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决策请自负。